徒弟12岁时缺根发绳，我当即拔了西海龙王的龙筋。好的，切你的龙筋与放心，深呼吸，头晕是正常的。恭喜获得龙筋，扎成蝴蝶结放进他手心。青云宗的大弟子当众摸了徒弟的脸，我当场跳出，给了他一点小教训。想必他以后再也不敢这么随便了。我就不该了。直到魔族入侵，魔神大言不惭说，只要灵儿做他第99房炉底，就放我们一马。万众瞩目中，我拔出仙剑，只身闯入魔渊。好，门都没有。10年后，我崭新世间魔头凯旋回归，却发现迎接的人里唯独缺了我的大徒弟灵儿。一位不认识的女修却走上前，对我盈盈一跪。徒儿如烟，见过师傅。只看了一眼，我就察觉出不对。灵儿的衣服、法宝，甚至灵根，为什么会在你身上？我将剑尖指向跪在地上的女人，我的其他好徒弟却先坐不住了，纷纷倒在她面前。师傅，这是我们为您新收的小徒弟，你怎么能这样对他？灵儿呢？灵儿在哪？师傅，小师妹天赋不输灵儿师姐，只要你。我一剑斩断她后面要说的话，目光灼灼地盯着他们。我最后问一遍，灵儿在哪？几个徒弟面面相觑，心虚的说不出一句话，反倒是那女修眼圈一红，眼泪便滚了下来。师傅是不是不喜欢我？都是我的错。少装模作样了，还不说？我直接一脚踹翻剩下的3个徒弟，看着他们痛得五官扭曲。二徒弟咬着牙挤出话：师姐处处嫉妒小师妹，为难小师妹，又为宗门戒律，我们一律将她送到合欢宗受罚。合欢宗勃然大怒，你们明知道灵儿是纯阴之体极品水灵根，还把她送到那种地方。盛怒之下，我一剑劈向3个女子，剑锋擦着3人的脸颊而过，钉在地板上。3徒弟不顾疼痛，拉住我的衣角的解释：师傅，我们也是没办法，是师姐她总是针对小师妹，我们只是想让她磨磨性子。磨磨性子？你们是想毁了她吧？你们难道不知道，在那些邪魔外道眼里，灵儿是上好的炉鼎？看着几人眼里掩藏不住的厌恶和憎恨，我冷笑，御剑往合欢宗飞去。我带着剑阵打上合欢宗的时候，宗主吓得直接跳出来求饶。剑仙大人，什么事儿劳您这么大架势？奴家很愿意为您排忧解难的。我徒弟在哪？只见女人心虚的移开眼，我眼睛瞬间就红了，当场就拔了剑。合欢宗宗主吓得魂飞魄散，立马辩解：您那弟子是被打昏了带过来的，一醒来看见是我们宗门，就拼着一口气跳下诛仙崖了。我们可是掏出了最好的药给他医治呢。懒得听他狡辩，我一剑劈掉合欢宗半个山头。对灵儿存着什么心思，你们自己清楚。最好祈祷灵儿还活着，否则没的就不只是半个山头了。我飞身下崖，哪怕用上身后的灵力护盾，仍然能感到罡风烈烈。找了半刻钟，我才在崖底的深处找到了不省人事的他，只差一点点，他便会彻底失去意识，从此灰飞烟灭。顾不上那么多，我抱起灵儿，匆匆往灵剑锋。当年我赶往战场前，特意给他留了不少保命灵药，万万没想到，一脚踹开灵儿的房门，竟看到那个叫如烟的女修正躺在他的床上呻吟。我特意为灵儿炼制的百草仙丹，竟被我的几个好徒弟当糖豆，一颗一颗往那女修嘴里扔，骗那女修还要假惺惺的叹气。师兄们，这灵药都是师傅特意炼来给灵儿师姐的，你们给我吃了，师傅肯定会生气的，搞不好到时候还要责怪你们。管他呢，师傅以前就只偏心灵儿，豁出去了。我看我们做什么都是错的，倒不如顺了他的意。老子要跟他过过账，把罪名坐实。看在师傅把我们带大不容易，这次就算了，下次师傅再欺负如烟，就别怪我们成为欺师灭祖之徒。要是灵儿师姐死在合欢宗就好了，就算她回来了，只怕也是不干净。好一个欺师灭祖，真是笑死我！我用了10乘10的功力，一道剑气将3人全扫出屋子。可怜几个蠢货，被丢出去的时候还在惦记着他们的好师妹。师傅别对如烟下手，一切的错在我们。老登，你要是敢碰如烟，我也不怕担上弑师的罪名。几个好徒弟在门外放着狠话，分明是忘了当初求着我把他们带走时，他们跪在我面前的承诺。师傅，我们以后一定把您当亲生父亲一般尊重，把灵儿师姐当作亲姐一般敬爱。他们的报恩就是把师傅往脑边，把师姐踹沟里。我把灵儿放在冰床上，给她镀了不少灵力，护住心脉后，才有空冷眼看向剩下的如烟。感受到我的注视，柳如烟顿时浑身一颤，立即跪下，恭敬地向我磕头。师傅在上，受徒儿一拜。上次一面匆匆，难免失了礼数，毕竟我已入师门，这一拜是必须要给的。什么阿猫阿狗都想入我门中了？我很缺徒弟吗？身为当世的唯一剑仙，我门下从不缺人奉着万贯家财，只为求一个记名弟子之位。要不是灵儿心软，那几个逆徒本来没有入我门下的资格。柳如烟显然也是想到了这里，眼底飞快闪过一丝嫉恨。师傅都是如烟的错，分了师兄们对师姐的宠爱。说着，柳如烟对我抛了一个媚眼，眼神里充满暗示。灵儿师姐会的，如烟也会，甚至能做的比灵儿师姐更好。我只感到一阵恶心，朝如烟勾了勾手指。他眼中顿时闪过一丝窃喜，扭着腰肢便往我身前靠。可刚挪到我跟前，我反手就掐住了他的下巴。
力道之大让他瞬间变了脸色。你也配合灵儿相提并论？你穿着她的法衣，用着她的灵气，吃着她的灵药，甚至还敢挖了她的灵根拿来自己用。你他娘的还真是个天才！他疼得眼泪直流，却还要保持梨花带雨的柔弱姿态。师傅，我也是你的弟子啊，这些师姐用的，我凭什么用不得？这位小友可不要乱喊，我没受过你的拜师礼，这辈子都没有当你师傅的晦气。哼！但你这身灵骨倒是与我的灵儿十分相配。我召唤出仙剑握在手中，露出一个邪笑。不如将此骨献上，你为灵儿所受苦楚。我起身一脚将他踩倒，屁股有点痛，还请小友你忍一下。我一剑划开他的背脊，被我踩在脚底的人不断挣扎。白子画，你这个贱人，你敢说你和李灵儿没有一点私情？你到底有什么资格当玄清宗的长老？我不过是挖了李灵儿的灵根，你怎么敢对我动手？我一下子更兴奋了，这就不装了。你拿走灵儿的灵根，我踢出你的灵骨，不是很公平吗？门外的徒弟们彻底疯了，壮人的声音越来越大。白子画，你这个畜生，如烟也是你的弟子。掌门师伯已经在路上了，我劝你还是早日收手，省得被师伯逐出师门。等我也成了仙尊，我要把你碎尸万段，挫骨扬灰。连我随意设置的结界都打不开，还敢在门口狂吠，看来还是对他们太好了，才让他们蹬鼻子上脸。屏蔽了外界的声音后，我开始了自己剔骨大业。毕竟这玩意是个细致活，只能一寸一寸。等我把灵骨重新安置到灵儿身上，又花了时间让他们融合时，已经过去了4个时辰。等收拾好一切，打开屋门后，我还以为自己出现了错觉。出来单挑！密密麻麻的剑锋通通对准了我，几乎全宗门的内门弟子都出现在这里，就连平时一向忠厚老实的掌门师兄，此刻也端着剑柄，皮笑肉不笑的看向我。子画，师兄对你很是失望。磨元10年，没能磨练你的脾气，回来后倒是越发肆意妄为了，烦死了！我看你已有入魔之相。我拔出剑，任由鲜血滴滴落地。哼，肆意妄为，师兄可知道？我的弟子差点连命都丢了。我指着床上的灵儿，声音陡然拔高：放话在这里，感动灵儿分毫，我必让他血债血偿。就在这时，二徒弟突然站了出来。可明明是李灵儿有错在先，你不分青红皂白，就怪到我们身上。说着，他渲然欲泣，一副憋不住委屈的样子。明明都是你的徒弟，为什么只偏心李灵儿一个？话音刚落，旁边几个内门弟子纷纷附和：就是白长老的偏心，人尽皆知。灵儿师姐有那么多法宝灵气，可几位师弟连养气丹都要自己去赚。我早就听说灵儿师姐为人心胸狭窄，看不惯如烟师妹分走了她的宠爱，总是对如烟师姐下手呢。上次的比试大会上，灵儿师姐还用阴招，差点坏了如烟师妹的道基。几位师弟为了公平才让灵儿师姐陪如烟师妹灵根和灵剑，我们把她送去合欢宗雨楼，也是实在是忍无可忍之下的下策。好一个一桩桩一件件的恶毒跋扈！要是灵儿真的如他们所说，能恶毒到自己的东西全被这个不知所谓的绿茶夺走。师弟你看大家都这么说，这位灵儿师侄怕是罪有应得。一股寒气从脚底直冲天灵盖，看着笑眯眯的掌门师兄，我还有什么不明白的？什么对错根本不重要，重要的是这件事给了师兄一个指责我的由头。我轻轻一挥袖，全场的剑都掉落在地，只剩师兄举着剑对准我的心口，下一秒就能毫不留情地贯穿我的胸膛。挥剑打落他的本命剑，我笑了。师兄不会以为自己能当上掌门，靠的是自己的实力吧？师兄脸色骤然一白，冷哼一声，吩咐内门弟子抬着柳如烟离开。我的3个弟子也想跟着走，我拦住了他们。怎么，现在才想着来挽留我们吗？晚了！我告诉你白子画，我们从此势不两立，不共戴天。看着3人仇恨到发红的双眼，我狠狠甩了3人一巴掌，3人都被打得眼冒金星，在空中转了好几圈，才摔到地上，捂着脸颊直嚎。白子画你哪有为人师表的样子？怎么敢？没等他话说完，我又给了他一巴掌。平日里就数这个4徒弟最不服管教，现在终于老实了。3个徒弟看向我的眼里，除了敌意，终于多了真真切切的恐惧。唐掌门师兄见了这一幕，也迅速的冷静了下来，带着弟子们离开的步伐都快了几分。打了他们就不许打我了。我无语的看着他，所以他是现在才想起来曾经被我支配的恐惧吗？等人都走了，我又一人赏了一巴掌，看着他们躺在地上痛得四处翻滚的样子，我心情好上了那么一点。想离开林剑锋，总要报了我的，或者还我的好处吧。说完，我转身回屋，进来，跪着。等我重新在灵儿的床边坐下时，3个徒弟扭扭捏捏的进了屋，但是一个都没跪，一脸倔强的看着我。我没多说，剑鞘重重扫过3人膝盖，让他们纷纷下跪。
你凭什么只对灵儿这么好？听到这句话，我的思绪不由得飘回了过去。当年掌门大笔钱，我的师傅也就是前任掌门换我去他的院落。子画，你真是我的得意弟子。如果没有你师兄，你肯定是下一任掌门。可师兄修为不如我，我为何不能担起大任？他只笑笑不说话，却给了我一块防妖石。我也希望是子画胜出。这块防妖石你收下，对明日的大比很有益处。当时的我年轻气盛，只想拒绝这种作弊。可师傅好说歹说，直到说给师兄也准备了一块，我才勉强接受。可直到试炼场上，我被万妖围攻，无奈跌入悬崖，这才明白，我和师兄确实都有防妖石，只不过他那块是真，我这块却是传说中的吸妖石。我绝不能胜过师兄，只因师兄不仅是师傅的开门大弟子，还是他唯一的亲生儿子。谁也没有想到试炼的悬崖链接着凡境，我被一名年幼的采药女捡到，费尽功夫花了半年时间才养好我的伤势。那人就是未来的剑仙首徒，我最爱的大弟子李灵儿。在那之后，我无法相信任何人，花费3年时间突破原因，带着一剑一人杀回了玄清。那是我做过最错误的一个决定。这一切都在那老东西的计算之中。老天爷帮忙啊！见到我的第一面，师傅就拿出了玄清宗的正宗之宝仙剑。他以身祭剑，强行让仙剑认我为主，代价是我不得不发誓成为师兄的左膀右臂，一直保护玄清宗，直到师兄把我驱逐出宗门，或者我死。后来我带着灵儿游走人间，看着他可怜那些孩子，求着我将他们收为徒弟。师傅，让我像疼灵儿一样疼爱他们，我做不到。可灵儿善良，总是花很多心思在这些师弟上。我分给他的东西，他总是拿出一大半去分给他们。可他们呢，不仅不感谢师姐，还把他当作血包，将他所有的东西拿走，供养不知哪里来的小师妹，甚至于要让他不得好死。为了得知灵儿这些年发生了什么，在挖柳如烟灵骨的时候，我顺手对他搜魂了一波。当初3个逆徒捡回柳如烟，要把他收入灵剑锋，尴尬了。灵儿有些迟疑，但还是帮我拒绝了。师傅现在不在，我们作为弟子怎可擅自做主？师傅虽然不在，但他向来心善，应该不会介意灵剑锋多一位师妹。可是没人听他的。可是柳如烟就这样成了灵剑锋的小师妹。灵儿一向对底下的师弟很友善，对师妹更是用了200%的用心。可他越是友善，柳如烟身上就出现了越多的伤，明明都不是他造成的。可当其他人问起柳如烟，总是支支吾吾。我不怪师姐的，这些伤都是我自己造成的。于是灵儿的名声越来越差，储物界也越来越空。想到这，我冷冷地瞥向3个逆徒。想好怎么报答我了吗？就在这时候，灵儿醒了。师傅，我转头对上了灵儿蓄满眼泪的眸子，她看着我，全是说不出的委屈。我抬手拭去她的眼泪。灵儿，为师回来了，以后没人能欺负你。灵儿抱着我，眼泪像是决堤的洪水，肆意宣泄。我轻轻拍了拍灵儿的背，示意她看向地面上跪着的3兄弟。灵儿他们昨日骂我不配为师，想离开灵剑锋，我同意了，但是要他们将这些年得到的好处全都留下来。没想到3个逆徒说话都没什么力气，语气倒还是很硬。白子画，你给了我们什么？要拿就拿，别说废话了，我是不可能认你这个师傅的。就是一整天装的那么清高，好像我们欠了你还不清的债一样。灵儿泪水连连，却毫不犹豫地给了他们1人1巴掌。你们简直是白眼狼！那我今天便好好数数你们得了师傅什么好。这些年师傅给你们的丹药灵气暂且不谈，你们都不知道欠了师傅几条命。2师弟，你年幼贪玩，被毒蝎咬伤，是师傅背你去药王谷求药救你命。3师弟，你天生命途坎坷，雷劫众多，为了你能顺利结丹，师傅不知为你扛了多少雷劫。4师弟，你天生好动不得闲，几次下山斩妖，差点被妖物吞吃入腹，4次都是师傅把你抢救。这么一听，我也算是个很称职的师傅嘛。3个逆徒似乎是把这些事都忘了得一干二净，什么玩意儿？一时之间，空气沉默下来。这些事又不是我们求着他干的。好，救命之恩你们不认，那这么多年灵剑锋给你们的物质帮助，你们总得还吧？就连我也没想到他们3能这么不要脸。听了灵儿的话，他们只是脱下了自己的外衣，拿出了几块少得可怜的灵石和几株腌了吧唧的灵草，连我给他们打造的上品灵剑也不愿意留下。我就不清点一下，这回我们2清了。你也别嫌少，实在是灵剑锋小气，这么多年了，只给了我们这么点。我冷笑一声，抬手关了屋子的门，布下法阵，让他们无处可逃。既然要恩断义绝，这账就该好好清算。相遇恩怎么不算恩呢？说着，我向3人施加了定身咒。老儿遇见你时，你正被家人卖进宫中，想必没了我，你已经是个小太监了吧？我拔出他的灵根一剑，去了他的命根。老三，我遇见你时，你在逃荒路上饿得皮包骨头，旁人都在等着你饿死。
若是没我，你早已成为别人的盘中餐、路边果。说着，我一剑绞碎他的丹田，将他扔进灵兽的石槽中。老四，遇到你时，你家人嫌你天生残疾，眼瞎腿瘸，没有我，想必你已经成为路边的乞丐。于是我抽出他的灵根，戳瞎他的双眼，打断他的双腿。直到这时候，他们终于知道错了，疯狂跪地求饶。师傅，我们知道错了，求您饶了我们吧！二徒弟死死攥着我的裤脚，不顾一直流血的下身。是我们被猪油蒙了心，是如烟他骗我们的，不求您为我生鸡诉骨，只求您把灵根还给我。四徒弟不住地在地上磕着头。对，都是他装可怜，我们才一时糊涂。只要你还我眼睛，其他徒儿都不需要。我看着他们，内心毫无波澜。就在这时，院内的法阵被破坏了。掌门师兄不知何时去而复返，看见屋内的惨状，顿时火冒三丈。白子画身为宗门长老，你怎可如此嗜血残暴，竟对门下弟子都下如此杀手？你真是不堪为师，不堪为人！说着，他就要召唤其他长老一起将我剿灭。灵儿一脸担心地看着我，师傅，别慌！我一把将他护至身后，拔出仙剑，砍断他的右臂。师兄，你们几个合在一起都不是我的对手，而且你也不想掌门大比的事情被别人知道吧？威胁确实很好使，他这人要脸了一辈子，最怕自己英明神武的形象破碎，所以他恨恨地瞪了我一眼，掏出掌门令。白子画为人歹毒，残害门下弟子，为人所不容，实不配为我宗长老。即刻起，废除他玄清长老之名，逐出玄清宗，永世不得回。我不由得仰天大笑，连掌门师兄也忍不住被我吓一跳。求之不得。顶着他骇然的眼光，我带着灵儿下了山。走下玄清宗时，人间正是一年新春，火树银花纷扬灿烂，人间喧嚣声声入耳。我牵起灵儿的手，心里获得了难得的平静。从此天地风霜尽，岁岁朝朝无心安。当然，就此放过掌门师兄是不可能的。我又来了！入夏的前一天，夜幕降临后，我悄悄离开了和灵儿一起隐居的人间小镇，直到天将亮，才拖着疲惫的身躯回了家。只是我没料到，灵儿手里拿着灯在门口等我，她没有管我还在滴答见血的仙剑，几乎被鲜血染成红色的白衣。师傅，欢迎回家。后来，这个偏远小镇终于传来玄清门一夜之间惨遭灭门的消息，而我饮茶煮酒，享受今日的安宁喜乐。